兄弟们，我们今天来测 iQOO Pad 5 Pro 的续航。我们为了抓紧把它的续航给耗干，全程都是手动最高亮度，全程都是性能模式，并且是玩了接近3个小时的大型游戏。现在又播了2个小时的在线 4K 视频，竟然还没有把它的电耗干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TryK。前段时间呢，我们收到了 iQOO 寄来的全新平板 iQOO Pad 5系列，其中iQOO Pad 5 Pro 是行业首发了全新的天玑9400+处理器，搭载了12050毫安时的大电池，带上 iQOO 本身的性能定位，我们上来就先测试了一下这款产品的性能表现。iQOO Pad 5 Pro 崩铁测试，室温25度开启性能模式，屏幕亮度300尼特左右，高画质在星沙海中枢跑图半个小时，全程基本上是贴着60帧，跑图过程中无明显掉帧发热降亮度的情况。机身发热主要集中在背面靠近后摄像头的区域，平均帧率59.8帧，平均功耗7.2瓦，耗电4%，并且 iQOO Pad 5 Pro 上的崩坏支持 1.9K 游戏超分 ，Monster 加模式下支持 2.2K 游戏超分。到了原神，其他条件一样，高画质在虚拟城跑图半个小时，全程帧率也是60帧，平均帧率50.9帧，平均功耗7.3瓦，耗电2%。那 iQOO Pad 5的表现也给大家放在这儿了，总之性能表现方面没毛病。不过要知道蓝厂尤其是 iQOO 的看家变脸还有一个就是超分超帧，而这个技术在平板这种大屏设备上效果会更加明显。超分超帧这个技术可以粗暴的理解为，超分负责给画面修图优化，超帧负责给动作补中间帧。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用生活中的一个例子给大家掰扯掰扯。这就像大家伙去饭店吃饭，看这个后厨，主厨 SOC 负责炒菜渲染基础画面，那主厨的助手也就是蓝厂的专用芯片负责摆盘来优化细节和插帧，提升流畅性。你都靠主厨一人，就可能出现菜品粗糙、画质差或者上菜慢、卡顿的情况，但两者配合效果就会1+1大于2。那尤其是在平板这种大屏幕上比如原神开启超分超帧后，从 720P 升级到 2.2K， 那远处的建筑纹理、人物服装的褶皱细节都会更加清晰，甚至还能看清草地的叶片。快速滑动的过程中呢，也不会出现卡顿或者画面错位的情况，所以这个技术在平板上加成更多。在工作室的性能测试做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款平板走进生活，看看它在生活中能否满足高强度的使用。那今天呢，打算去很野露营地玩一天，因为今天还是工作日，就带着这个 iQOO Pad 5 Pro 呢来处理一下我的工作，包括娱乐，看看电影什么的。然后呢，我这次去呢，当然不仅只带了这个平板本身因为要办公嘛，所以这次也把它的磁吸键盘套件也给拿着了这个套件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在于它是触点连接，就你把平板这样一吸就搞定了，已经连接好了。然后呢，背部的这个支架有非常大的角度可以调节，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带了一个它的这个 pencil， 这次也都是磁吸连接，非常舒适体验蛮不错的。因为这在户外嘛，所以玩游戏的话，我怕它表现不好，所以还带了它这个散热背夹毕竟户外这个深圳大中午的，拿个背夹让它表现更好一点。因为是去户外，我比较招蚊虫叮咬，所以也问了问蓝心小薇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避免被咬一身包。穿这个深色如黑色深蓝更容易被蚊虫叮咬蓝心小薇建议我不要穿这个深色和鲜颜色的衣服，这样更容易被蚊虫叮咬。我今天这身反正是长袖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Let's go。 出发去露营地的路上呢，我们也用 iQOO Pad 来导航，大家猜猜重度使用 iQOO Pad 5 Pro 可以坚持几个小时。OK，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露营地了然后刚刚呢，我们是亮屏导航了半个多小时，现在它的电量剩余显示还是100%，所以接下来我们打算给它上点强度在这种大白天的情况下，我们拿 iQOO Pad 5 Pro 来玩一些重负载的游戏，看看它表现到底如何，续航又能不能扛得住。OK， 游戏测试呢，我们已经做完了，3款游戏在户外30度的室温，并且屏幕亮度手动拉到最高。3款游戏一共测了2个半小时下来，电量还剩余50%这个已经属于高强度户外高压的情况下了。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游戏全程都没有掉帧，
好有降频的情况。而且在原神游戏里打开这个超分超帧以后啊，哪怕在户外这种情况，你也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分辨率提升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像背景的这个水啊，包括树木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OK， 那现在天色渐暗啊，也到了这个晚饭的时间，然后刚刚点了烤肉，准备大概有半个小时，可以小小的来总结一下目前的这个续航体验以及蓝场上面还有哪些功能点，我觉得一定不能错过。首先，今天我们测试的时候是全程拉到最高亮度的，然后上午的天是非常热的，今天天气有30度。那我本来以为要靠这个散热背夹去完成游戏测试，但没有想到啊，我们全程其实没有用上散热背夹，但它整个的表现是非常好的。那其实 Android 上还有几个实用性功能，我觉得在平板上也不能错过。首先，你像是 iQOO Pad 5 Pro 上的 PC 级别的 WPS， 这些就不用赘述了。那无论是考研还是工作，其实这个都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力软件哈。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原子笔记也是我特别推荐给各位使用的一个 App。那基本上你有这款软件都可以取代掉其他的第三方的笔记类软件了。那还有就是像 vivo 的办公套件，那你用上它以后，你可以打破手机、平板，包括 Mac 还有 Windows 的不同的生态壁垒，这个是特别方便的。那接下来这个游戏测试续航做的差不多了，我们就等烤肉，然后一会儿呢一边烤肉一边拿这个大屏来看电影，看看效果如何。哎，我们基本上都布置好了哈，大家看一下，准备开始烤肉。一边烤一边看个纪录片，在线播放 4K 杜比音效，搭配这个在线字幕，舒服。OK，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啊，天色已晚，我们的续航测试终于要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啊。iQOO Pad 5 Pro 呢，它距离上次充满电，也就是中午出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小时，现在已经快晚上的7点钟了。而且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我们是全程调到手动最高亮度的，大家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平板其实有点过爆了，是吧？而且呢，我们也是全程打开性能模式的。其实如果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成绩，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续航测试的强度降低一点，但我就是想用这种更高的强度来看看 iQOO Pad 5 Pro 到底能不能坚持下来。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它玩了接近3个小时的大型游戏，又看视频又听歌的，而且都是最高亮度，它全撑下来了。现在还剩17%的电量。接下来呢，我们回工作室也是1个小时的亮屏导航，我相信这个平板妥妥的没有任何压力。亮屏导航1个小时，我去。慌死我了！我天，为什么要难为自己调到最高亮度？我天，这到晚上真遭罪呀！OK， 现在回去要53分钟，我们开始导航。本次路线有1公里必经小路，请小心驾驶。准备。OK， 亮屏导航最高亮度，还有14%的电。哎呦我天，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吧。8个多小时了，这就是。1 hour later， 到公司了，还有2%的电量，现在已经使用了8小时11分钟，搞定，完成了8小时的续航挑战。那这次我们主要体验的是 iQOO Pad 5 Pro 和标准版主要的参数差异给大家打在这里。其实一开始的性能测试也能看出来，两者的游戏表现都很好。如果你是硬核游戏玩家，准备用几年的学生党，我推荐 Pro。13寸巨幕加满血超分，实际体验确实没毛病，并且超分超帧在大屏幕上的表现也会更好，更能发挥940+的强悍性能，甚至是像我最近玩的三角洲行动，在 iQOO Pad 5 Pro 上原生支持144赫兹，高帧率对于射击游戏来说的加成还是很明显的。如果预算相对较低的玩家可以入标准版，更具便携性，且90%的体验都差不多，价格会更有优势。所以啊，喜欢用平板玩手游、追求极致平板电竞体验，并且对续航要求很高的人，iQOO Pad 5系列可能是目前市面上最强的游戏性能平板。那本期视频的转内容就这么多，本期视频就要简单推出转发，我是 AK， 我们下期视频见，祝好运，拜拜。